我们家管家有给他买制服，好可爱啊！真的假的？所以穿了制服就会整理好。没有，后来我们就给他 timetable， 几点到几点你要准备谁的早餐，然后要先打扫哪里。对呀，我觉得很棒。你让他写个 timetable 给你妈。给我妈吗？就什么时候叫我起床，什么时候有水果，对，什么时候有咖啡，你们也可以有一份啊。我们也要有一份。从古至今，女孩们都有一个幻想，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贵妇。但贵妇呢，就是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大家想到的是嫁入豪门，也是一个方法。但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就是自己赚钱变贵妇啊。对，就是当自己的贵妇。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分为两派，一派就是你看光看穿搭，你应该就很明显哪一边是贵妇 style 啦。这边应该是贵妇吧？穿得很不贵妇，这个比较像贵妇。等下牛仔装怎么了？不是因为刘亦欣就是一个很讨人厌的贵妇啊。他都会假装说我没有要讲，我没有要炫耀，可是就拼命的炫耀他家有多少那个玩具啊，有多大啊，然后所有的 party 多华丽。我的光芒就是自己光芒，我自己就有光芒，我也没办法。所以你是嫁入豪门的贵妇。对，但是我自己也是在嫁入豪门之前，我就有自己的副业，所以当我自己有副业的时候，你知道底气就很强，是要跟老公吵架都没在怕。你的副业是很成功吗？还不错，已经11年了吧？是美胸衣。压力裤有，对，所以你是事业已经成功之后，然后顺便加进那个豪门，对，所以跟老公吵架的时候都没在怕，就是你随时可以离家出走。对啊，我就说那我去住我的那个小房子咯，就是随时还有另外一把备用钥匙可以让我离家出走。小房子，就是我自己也买很多房子啊。就是我的房子的数量是凭自己的能力买的，是不是？对。那如果是在你自己那个跟老公的那个豪宅里面，有管家什么那类的人吗？我们就保姆一个，然后之前有司机，然后司机做满退休之后，目前我们就没请到司机，所以只有一个管家。对啊。因为我们白天都在工作，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因为其实大家心中对于贵妇都有很多的想象，一定有人那个专车接送啊。对，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列出几点是凡人心中的贵妇，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花钱一定不手软，然后却不会故意炫富。对，这是 nice 的。你们都是吗？当然了。我这样觉得我是不炫富，我是超级无敌节俭的贵妇。像我从来都不用名牌，然后我还会搭公车跟捷运出门。哇，对，可是我是花大钱的那一种，就是像我投资啊，或者是车子、房子，我都会买最好的。可是我平常都是很省一些小钱，就是花大钱省小钱。为什么会变成有钱人？就是这样。对，因为我们是家族企业嘛，所以就是从小都是很节俭，就是家里是很传统的客家人。对，所以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就是都教我们说，就是平常都要节俭。所以你花钱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房子啊，我自己买房子，有1000多万的房子，我是考虑了大概2天就买了。5000？对，2天。怎么都有羡慕的声音跑出来了？怎么对面也是贵妇啊？这是跪着的贵，真的贵妇没有啦，Peggy 是真的贵妇，好不好 ？Peggy 是小公主。我是曾经，我觉得Peggy 应该是今天现场所有里面最顶级的。哎呦，你说那个过海关都不会被拦下来。Peggy 小姐这边请。对啊，Peggy 坐这边我干嘛？觉得我还是正在努力中啦，因为过去是毕竟是家那个，你知道她是标准贵妇，假装自己是没有，你坐这边呢？好，那我拉高我们的平均。你知道他是那种你知道跟同学出去玩就是跑车一起集体出发扁扁的跑车，然后去游泳池一上来就会有那个仆人说小公主不要这样子着凉了，哇，坐错边可是那是过去，我现在是很努力工作的人。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过去发生什么事？很想知道她的过往，对不对？但是她现在还是贵妇啊，只是说她现在有努力工作。越来说自己越努力工作的人就越是贵妇。对，因为你越想向人家展示什么，其实你就是最没有。因为一般的贵妇就你怎么可能说哦，我就不想工作啊，每天在家看剧啊。就是听起来就很没用，对，就是越有钱的人，我还是很努力工作，就是你知道，富二代就很说，我就是喜欢靠自己努力起来，你知道，bra。靠自己努力好不好？不是
现在你看人类你不工作你要干嘛？对啊这有什么好炫耀的？哎，可是比如说花钱不手软，你刚刚说买房子，然后买车，我可以知道是什么车吗？我现在是买特斯拉，因为我5个小孩，然后所以就买7人座。哦，然后就是X 啊。对 Model X， 就是我也是就是立刻网络下定，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子。哎呦，像买 iPhone 那样子。差不多。刚刚是有点炫富的意思吧？没有啊，完全不用考虑那句话是不是？我说该买的就是要买，我想回家。如果你要买特斯拉，你要考虑多久？我觉得我这都还在考虑当中，但是我没有办法下手。哎，他那一台多少啊？X 要从180到300多，350。哦，那也还好啊。对啊。我以为他上千万。可是我一个人的时候真的都随便开，像我第一台车就是买2手的。随便什么叫随便开？ 2手的 Mini 到处乱撞对啊，碰碰车。有人一开始也是买2手车就随便撞，然后后来有家人。你也不需要这么叛逆吧？你要陪别人呢。对，而且被撞的人不是很倒霉吗？是啊，就觉得一个人比较无所谓嘛。可是因为有家人，让你被莫名其妙停在那边被你撞的人，你会留一个纸条说不好意思，我会赔你钱，你会这样子吗？我没有随便乱撞人啦，可是当然都会赔什么啊。之类的。对啊对啊，我这出车祸都还是会赔啦。什么都没废话，不然呢？你要告人家肇事逃逸吗？这个有点开始讨人厌了。是啊，你们价值观真的很偏差。对啊，真的。世界有什么好拿出来讲？对啊，我撞到人会赔钱，不然呢？有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我会买2手的，就撞到没那么心疼啦。练技术，练技术。不是重点是被你撞到的人跟车，他们会很心疼。对呀，还是那些人也是2手的。他大概没有这种感觉，他不知道什么是心疼的感觉。那韵文呢？花钱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买特斯拉可以说耶，因为我一直很怕不符合贵妇的那个标准。你是买什么车？我也是买特斯很爱拉，炫富，他很爱在他的哪有脸书上炫富。我只是记录他是哪一生种炫活。他就会说，他就会穿着这种飘逸的礼服，说哦，我就在杜拜什么的。对，因为刚刚有说买房子，然后我是在杜拜买房子，然后我大概只考虑了1天就买了。但我考虑1天不是因为我觉得很便宜，我是因为那个很难买，一下就卖光了。因为杜拜就是真的是真正的贵妇。所以你当时买的那是一间吗？还是？对，我是买一间可以看到哈利法塔的。所以你刚才说特斯拉，你不敢讲，你是觉得说那个是便宜的东西，是不是？就我怕大家对贵妇有很大的梦，就是很想说想象。对，我怕会让大家幻灭，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贵妇？因为我原本的工作是小厨娘，我是写食谱书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大家都不再叫我小厨娘，都改叫我小贵妇。所以我就有时候想说，那我是不是要符合大家的期待？应该是因为你在 IG 上面常秀一些很厉害的生活吧？对啊，我觉得就是记录生活，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客家人，所以我一直很节俭。然后是因为这几年我不要再用客家人来包装自己了。客家人这3个字很好用。对啊。然后这2、3年靠怎么样？我们山东人就每天要吃馒头啊。山东嘞你。对啊。动不动就客家人，哪里人？我妈也是山东人啊。那也是每天吃馒头。还有面疙瘩，面疙瘩。对，然后就是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理财呀、规划，然后赚钱才慢慢财务自由，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很多体验都是全新的。例如说我去Chanel上新的那一天，大家如果去过的话，就会知道整个门市像菜市场一样非常多人。然后你想要问当季的新的比较热门款式都会没有，那为什么会没有？是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就带我去一个偌大的房间是空的，然后所有的新的好的货都会一直送进来，然后所以外面的人买不到。什么？你现在是在过这种人生？你去Chanel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这个房间？对。对啊，这整个空间是他的，是我一个人的 VIP 的小房间。这哪是小房间啊？蛮大的，它就是一间有一个大概9人的沙发，然后里面9人的沙发更衣间，大概里面还有一个2人的更，比我房间还大。那他会提供什么
finger food 或者是香槟吗？对，他会提供，然后他会记得我喜欢喝什么茶，因为我刚生完，他就会准备热的洋甘菊茶1整壶这样子。哎呦，洋甘菊。对所以你要买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进这个房间？我也不晓得耶，因为你不会特别记你买了多少啊。所以你房间的柜子里面大概有多少个 Chanel 的包包？我觉得没有特别多，但因为已经放满了，所以我现在比较多是买衣服。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比较喜欢带我去那个更衣间。嗯，因为大家他刚刚是说已经放满了，是说对，就是包包不需要了，所以开始供衣服了，首饰了。对，所以衣服就是买整套吗？我还好，我不会特别全身穿 Chanel。你今天这套是很高级货吗？不是，这也不是低级的。我们有没有中间值？就是有品质。因为像这种纱纱衣，我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对，也可能是贵的，也可能是你知道。对，但因为我上个月才刚生完，所以我就想说穿轻松一点来。这哪轻松？那双鞋最好是轻松啊。Chanel都是感觉你要去会议或者什么拿几千万、几亿的案子的那种套装。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今天要舒服一点来，所以这一套已经对你来说是很轻便的服饰了。如果带小孩出去，我还是会穿丹宁外套跟短裤。丹宁外套，牛仔外套的牛仔外套，还要丹宁外套。丹宁的 OK。可是像刚刚那个车，如果是你说，那如果不说特斯拉的话，那你会？我原本我老公是叫我买 Porsche。哦，他因为我是想要那个漂亮的颜色，就是我对车不是很了解，但因为 Porsche 有一台冰美粉。我就觉得很美，然后我老公是叫我买那一台，但因为我觉得我开车技术没有到。冰美粉是哪一种粉？包膜就好。很优雅的粉，你可以查查看，超漂亮的。我们现在应该没有冰美粉。你说是跟你们有人像冰美粉？我觉得像后面那个粉色的大象，但它有光泽，它有珍珠。哪里有大象啊？哪里像大象啊？冰美像大象，你要耳朵，要远一点看。它真的是大象哎，对，鼻子，而且是冰美粉的大象。我们节目好高级哦 ！Oh my god， 我们才是第一用冰美粉的人 ，OK？ 是冰美粉的椅子，冰美粉，你的贵我都不想讲，真的，就是随便坐在上面而已，他都踩着的 ，what？ 对，你看那边也冰美粉啊，都知道我们也不会，你们好冰美粉，冰美粉都踩在地板上，冰美粉，我们不在意它脏不脏，对，就放在地上，拖地的。我们节目才是真正的贵节目，对。那后来买了吗？你来到贵节目有什么感觉？觉得很开心。然后那个因为就是我怕我开车开不懂，但是特斯拉是比较多人买，然后它有社群，就是你可以发问，所以我后来是买特斯拉。右边这边的朋友们，你们花钱手会软吗？我以前在东区的一个餐厅上班，然后那个餐厅常都会有贵妇去吃饭，然后那我曾经就是常常我们就是在端盘子的时候啊，就会听到有旁边说，哎，你看那个谁谁谁又把他的包包放在地上。我说那怎么了吗？是不要踩到还是要叫我干嘛？他说不是，他那个包100多万很贵，他放在地上。然后我就可是我们不认识那个包包。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常在这个餐厅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然后拿着这包，有时候会看一看，我就觉得有一段时间我有点迷失我自己。你觉得你也要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要背这样子的包包，可能人家才会关注到我们或干嘛。然后我记得就是开始比较有在赚钱的时候，就是没有负债的时候，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就带我到101，然后去逛一逛之后呢，因为他要买包嘛，我其实很尴尬，其实我们去手跟脚都不知道放哪里，就是比如说假设陪朋友去买包包，常常如果要进名牌店，我都说没关系，我在外面等你就好，你进去逛。可是他们说没关系，你就进来啊。哎，你这个包包你背背看，我就背背看。哎，那包包你背背看，哎，这包我觉得不知道觉得哪里怪怪的。可是那一天就刚好背到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卡到音，就是他也觉得很适合，我也觉得好像真的蛮好看。然后店员就一直称赞我说，这包包真的很不错。写你名字写，非常贵吗？其实6万块而已。但是我当下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贵。我拿我的信用卡要出来，我觉得我手软软的，信用卡好像拿不太好。对，我就觉得天哪，我要买一个好贵的包包哦。回到家里，我放在家里的时候，跟我其他包包放一起，我就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觉得好像这个包包跟旁边的我不知道差在哪里。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所以已经融为一体了，是不？就是是我不知道它的价值感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背的前几天，我有一次还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我老公竟然说：“你把那么贵的包包放，一直盯着。”就是真的会被关注，就是一直盯着我那么贵的包包放地上啊，放哪里啊？然后说奇怪，我其他包包为什么也蛮漂亮的，你们都不会去看我包包放哪里？你知道我背，连我经纪人看到我第一次背的时候，我经纪人说：“陈英文，这不像你的包包哎。”我说：“那我应该要背哪一种？”他说：“你就是很像流浪汉啊，帆布包，对，就是帆布包或是背包啊，去旅行的这个背包客啊，你那包包什么之类的。”长什么类型呢？它是那个 YSL 的那种黑色线条，那个是就是它会有一个背包的样子嘛，比较大一点侧背这样。然后就后来我真的我身边的人都觉得不适合我，好像他们仿佛都觉得不好看。就有一次我背到台南去。我背到台南去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坐前，他说：“你那个包包买一个多少钱？”我说：“大概6万多。”然后说：“我很想买。”我说：“真的吗？”我就看他的手上，他手上是 Longchamp 的购物袋的那种包包。我说：“那我跟你换。”因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说我跟你换，然后他说换，你知道你那个包包多少钱？我这个包包多少钱？我说我觉得你那个包包好像比较适合我。后来我们就交换之后我也没有要他贴钱什么，他说我贴钱给你，他就很紧张。我说不用都不用，我们就交换就好，因为我觉得我要背回我自在舒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被包包驾驭，你一定要能够驾驭那个包包才真的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美角呢？也不会就这个包包你驾驭什么劲啊？就是你要拿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格格不入，或是觉得哎呀我要放这边放哪里，你都会觉得很矮扭。对，你要放地上，你也觉得无所谓。对啊，我个人是我的包包大概来的时候1个礼拜以内，它就变成比二手包还要糟糕的状况，是我的东西很容易到处。就是我不是一个会很小心谨慎的人，不是不珍惜，而是我觉得包包就要拿来用，然后但它就会被撞到，然后一开始会心疼，但在你撞到被刮到第2次，想说包包就是要有历史感，对啊，就是你就会觉得自己过了那个门槛，或者手表的时候也是不小心就刮到，他说没关系吧，1年之后再去给它抛个光。哦，好，那关于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问一下，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嘛，比如说旁边有一个板子，你们可以写一下你们1个月平均的开销会是多少呢？我们怎么没有板子？不然你们用讲的就好了，因为那个数字应该不会那么长。我想知道我们的开销，用讲的就可以。我们让大家有个概念嘛，何谓贵妇嘛，对不对？你没有嘴巴还不行啊。好了吗？好，1、2、3，什么啊？20到30，25到30，30到50。这是什么家用还是包括买东西啊？家用，就是我们家的家用20是见底，就是20就是因为每个月说我老公会20进来，到月底就是空，就是0，然后所以最近我们家的那个家用拉到30，那就会有剩一些。所以这个是全家人的花费，全家人的，那有一些会报公司账。就是车子，所以这个是包括食衣住行，食衣住行啊，然后2个小孩子的学费啊，然后家里水电费啊，包括费用差不多。然后你是1个人住吗？我家5个人，加小孩的话是，我想想看，5、6、7、8、9个人。9个才花30。对，因为还有2个还没出生嘛，就是房贷啊，真的像保姆费啊，什么小朋友，我家还有6只宠物。其实，所以差不多就最少要这个钱了。对，好，你要加房贷哦，要加房贷好像不止那你加大概50吧。那你在下面再加一个房贷好了。不用加房贷。那不用加房，因为我觉得我的比较贵的应该是教育费。因为就是国际学校，然后我儿子学击剑，然后击剑对，因为击剑很贵，对。他是每年寒暑假一定要出国受训。我在报名的时候，教练就说，如果你不能让他出国受训，你一开始就不要让他学。光是那个出国受训就很贵啊。然后司机是去欧洲受训吗？对，欧洲。他上一次是去意大利，然后今年会是去法国。今年开始比较多，是因为我刚生了第2个，对，所以可能小孩还特别小的时候，会需要更多的一些人帮忙这样。你们家大概有几个人帮忙？我现在原本没有请司机，因为 baby 出生，所以我们有请一个司机，然后保姆，然后家教是顾大的，然后还有家务的阿姨。那煮饭是我喜欢自己煮，但是可能洗碗再请家务阿姨帮忙这样。加别的人比你们家的人还多。对耶，逻辑上面是这样。对，需要在你们家过夜的是保姆跟
对，只有保姆一个人吗？对对对。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啊。你们花多少钱啊？哎，你问得很随便哎。要看我那不慎重个有没有吃锅贴。不要装可怜。差不多啦，如果没有啦，如果要加房贷的话会比较高。不加房贷的话，1个月蛮省的。如果不加房贷，房贷如果可能10万左右吧。个人吗？没有就全家全家啦。我现在随便抓。那如果包裹有拿的话，会多一点吗？包裹有拿的话，可能会10万0500吧。大概15到20吧。15到20，差不多有没有加房贷？有都有加，没有加房贷车子房贷不加房贷要10吧，房贷只能扣掉4万而已。差不多吧。所以你们家花最多的是在哪里？吃哎，因为3个都男生，然后男生都很会吃，对，然后吃东西都没有看，也没有在看钱，所以有时候去，比如说假设去吃寿司的话，就是他说妈妈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说就告诉我自己说努力赚钱，不要去想这些。就在吃回转寿司就好了。他刚说的就是回转寿司。对，他们男孩子，因为不然也没有办法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哎，其实男孩子吃回转寿司也很可怕哎。对啊，现在已经不是1盘30啦，现在1盘起跳40、60、60、80，然后如果你要特别有 menu 的话，就更贵嘛。对啊，他们应该不会吃有 menu 的那种吧？如果说跟朋友出去的话，我就说我们等一下不要，就是要注意一下那个盘子的数量。对，然后他就会开始说妈妈黑色的可以吃吗？哇，对啊，因为有时候他明明其实他塞进去的东西，可能比如说他可能1盘里面如果他有2罐。对，我就觉得吃起来它可能很快，就是在10盘、15盘它就饱了，我就觉得阿弥陀佛。但是我1盘只有1罐，他要吃20-30盘，就是会叠到很高那种。对，然后他们会很开心，然后会想要觉得说哇，你看我高，不用比赛。我们家小孩最近也蛮爱吃回转寿司，然后很好吃对啊，因为他们5岁、3岁嘛，所以他们叠起来大概1个人大概4个，所以就还 OK。对，所以妈妈的目标是希望有一天他们吃什么寿司，不管什么盘子的颜色，寿司自由，不用去想这些，寿司自由，好可爱。对，因为像我们吃比较贵的餐厅，我们会先把小孩先喂个咖喱饭啊什么的，先垫胃，咖喱饭很 heavy 耶，比一下，就让他吃个或者塞个馒头，先买个预饭团，先让他垫胃以后再去吃。所以我常常去吃一些板前料理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这种比较贵的地方，我就会跟我跟老公2个人去吃而已。讲到孩子，大家想到的贵妇呢，第2条就是关于孩子。和姐妹淘有约的时候，孩子随时有人可以照顾。真的是这样，这是一定要的。对啊，一定要的。我们对，尤其随时有人照顾，因为保姆一定是跟着走啊，所以我们每次大家就是群组，然后说，今天我们要去游泳，然后就是比如说都会是3大2小，然后看有时候2大2小，他们就夸号说保姆今天休假，然后大家的保姆就会去帮忙，就是去协助，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出去就会很轻松，因为假设我保姆休假，你保姆一定可以 cover，然后大家保姆都互相熟，所以你们是 anytime 要约出去都可以。可以啊，对啊尽量约啊，因为这样不然我们平常有工作什么的，也是一定要有一个保姆，而且我们都是请24小时。那你们可以说，比如说，我们要那个下礼拜就5天4夜的旅游去。可以啊，就带保姆一起去啊。我觉得现在那个电视机前的很多妈妈应该恨死你，因为他们就在拍小孩，然后那边，然后听人讲说，这是会不会是要给保姆啊？可是也是因为我们有好多个小孩，所以请保姆当然也是有难过的时时候，因为像我就是小孩平常都是保姆在顾，然后像我要去工作啊，或者是我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都是我在哭，然后就觉得好舍不得他们，他们就说爸妈拜拜，然后就去找保姆了这样子，那时候就好心碎。你就觉得说明明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们比较爱保姆？是不是？对啊，而且他们都要保姆抱，现在都不要我抱，就不知道该开心还是大一点就 OK， 因为我第1胎也好纠结，我你不要吵了，你们都自己带小孩吧？
浩如应该是会对小孩大吼大叫吧？没有，我超有耐心的，我就是只有我的耐心就用在小孩身上，所以你有保姆吗？我都没有，我生2胎都没有保姆，都自己带，都是自己带，然后从来不动怒。当然会动怒啊，当然会动怒啊，但是我对小孩是比较相对有耐心，比跟工作相比的话，所以如果爆哭的时候怎么办？妈妈跟着哭，没有就会先学到一招没有就是很严肃的跟他讲说，好好讲。我是婴儿时期啦，婴儿时期哦，婴儿时期就只能哄啊，因为就只能猜啊这样。但是我如果有工作的话，我会就是跟长辈，譬如说我的爸妈、我的公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然后就大概到5岁上大班，前5年2胎的前5年都是我自己，然后跟长辈们就这样子轮替，自己带上来。所以你们也是就是随时想要跟朋友出去喝下午茶或者吃饭都 OK 吗？当然不行，当然不行，我们现在打麻将也都是要赶3点半就要回去接小孩啊。对，要不然我们都就是要从早上8点开始打，然后打到下午3点。好赶哦。对，最近一次8点就送完小孩去学校，然后赶快开打到3点，然后解散去接小孩。因为有些妈是会送完之后立刻就上 KTV，然后上到3点半再去接小孩。这个很好，因为那时间刚好很便宜。好穷离峰时段。对，离峰时很便宜，然后刚好去接。可是你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你会觉得还蛮小确幸的。其实妈妈就很开心，赚到钱，因为你在校门口接到小孩子那一刹那是很开心。然后没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还很小，还没有去上课的时候，就是都一定要约亲子餐厅。对，就是旁边一定要有得玩，然后我们讲啊，终于可以好好弄，好好聊个天。但是就是旁边有一些什么小积木啊、小溜滑梯什么，没有办法，就是交给别人顾。好，接下来要看到第3项，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就是人脉广阔，想要什么随时都有门路。就是餐厅什么都订得到啊，然后医院好像随时都可以那个联络到医生。是，不是要买什么就这我认识 sales。我认识公关，你们3位是真的吗？对啊，对。目前有你们做不到，或别人觉得这个做不到，结果你们可以达成的事情。我们好像都觉得蛮正。你们有订不到的餐厅吗？没有吧？还好。打烊的订得到吗？我觉得最近比较会那一天帮我们开。最近比较热门，等一下，这贵妇要讲话了。最近比较热门的是跟黄仁勋一起吃饭。你有跟他吃饭？我没有，因为我就去生小孩了。他来。那你有受邀吗？就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们有跟黄仁勋吃饭，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因为去生小孩没有去吃到这样。对，他赢了耶。他也没吃到，他没吃到，但是他认识黄仁勋啊，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就是朋友可以约到，可以跟他一起吃饭。OK， 对。所以你们有跟厉害的人吃到饭吗？没有哎。跟 S 姐吃饭很厉害。哦，这个很厉害。对啊，跟你坐在同一个空间，觉得很荣幸。干嘛？你们不是敷衍我们？你们有订得到的餐厅吧？我们常在排队。可是我觉得现在最难订的是月子中心。哦，对，月子中心超难，我这一次订不到。今年龙年真的超级难订，我还在 Facebook 里面问说谁有认识月子中心10月我打了大概50家都全客。你们订不到月子中心？我跟你讲，因为今年是龙年，然后我的预产更惨，我的预产是7月中，就是大宝一定会放假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是订最大房间。所以因为我这一胎，你知道高龄产妇有点没那么稳定，前面，所以我到3个月的时候我才打电话去问。台北市没有一家大宝房有空，所以我这次就请月嫂来家里。所以除了月子中心之外，你们的人生都没有任何阻碍吗？都没有，对啊。对啊，比如说要跟哪个企业主想要吃饭，好像大家问问就说，是不是可以帮忙约？然后想要小孩进哪一个学校都 OK。我曾经有一次是刚好在找学校嘛，我就问了朋友就把3大名校的校长都找来一起吃饭。然后更妙的是，我们一个月多后，刚好圣诞节晚会在我们社区嘛，然后就遇到那个议员啊、立委，就说，听说你要去哪个学校？那个学校校长说你们要进去。我说没有，我们只是还正在接触。他说你如果要去念，这是我的名片，你记得跟我说，我再帮你处理。然后就说没有，我还在看而已。学校很难进哎。但后来我选择的学校对你来说也很困难吗？很困难。对啊，因为例如说台北，因为要抽签的话，真的没抽到就是没抽到。大家不会说那个小 S 的
小朋友要多我们学校哎，那种学校反而会更怕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传出去的话，就对他们学校更麻烦。真的，而且例如说仁爱圆环附近那一间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国际学校，然后因为他们的学校的干事们都是我们爸爸或爷爷那一辈的，所以可能是我们人脉圈要透过长辈才能触及的，那个部分就会比较难。还有到第4点，就是呢，随时管理体态，各种保养都做好。那你们可以写一下你们1个月平均花在保养上面花多少钱吗？包括医美啊，然后去 SPA 啊，什么这些都算。不然1年好了，1个月好像不一定会一直做嘛。对啊，1年的项目总共做起来的话，整形的算吗？整形算，整形也算，就1年下来，哇，这样很难这样很难算，我算1个礼拜跟1季好不好1个礼拜，还有1季，1季是3个月。因为通常医美好，因为我先写好了，你每1周平均花在保养上面是1万元。对，因为例如说 SPA 大概是5000、6000都有可能嘛。那我会做脸跟身体，所以加起来差不多1万。然后1个礼拜一定要做1次还是2次？我现在是1个礼拜做，就是差不多1万的扩大。因为我儿子上击剑的时间非常长，然后在内湖，所以要等很久。可那个时间如果我来回会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我就直接在附近就是做这个项目，所以就变成我每个礼拜固定花这个钱。然后每一季是医美，有时候打音波、电音波，它就会比较贵这样。但我这2年这一个费用有省下来，因为我怀孕生小孩，所以就暂时没有做医美。对。对啊，像我在50到100不等。你这是多少每个月吗？1年。哦哟。对，因为像我就是这次怀孕，上一次怀孕完就是胸部比较垂，因为要一直喂奶什么的，然后所以就有去重做那个胸部，所以你说隆乳吗？对，所以就多花大概40万左右。对，然后像平常的话，就是1个礼拜去做SPA 2次嘛，然后还要就是像他刚刚讲，电音波都是必备的，然后还要做脸啊什么的，所以一般就是可能大概50万左右。那我有一些特别的，就是要整形的话，就是可能要到。所以除了隆乳之外，还有整什么？之前有丰眼皮，对，就是这样，然后抽脂之类的这种特殊项目的话，就可能会到比较贵。对。我好像很省因为我们做脸做身体好像都有 sponsor 啊，然后保养品好像也都会，厂商都会常常都算进去。哎呦，所以你这个是第3项，人脉够广。对，所以你去医美打任何东西都不用付钱哦。我很少去医美，因为我皮肤比较薄，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再去。然后如果有啦，上次第2胎产后的时候去做那什么居动仪，就是你知道私密处要震动，但也都会是厂商希望你去体验，然后就是合作啊，所以我没有花到钱呢。保养这块反而少，就是因为他人脉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根本就不用花钱。好。所以你们呢？我也是医美都是赞助的，就是这么好。对啊，医美都没有花到钱。哎呦，我就是剪头发吧，弄头发、染头发，也不用钱。要，那要钱。对。但是我们都要自己花钱啊，头发也是自己花钱，脸也是自己花钱，健身房也是自己花钱，都是自己花钱。但是我又不想讲了，对不对？对，我也是赞助，然后欢迎大家来我的医美，我这边可以赞助你们打医美。还有投资啊！本身就是有一家医美了哦，所以自己就有很好，我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中心打。对，它不是恢复，它是脂肪。对，脂肪。OK， 好，这个体态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第5项呢，刚刚有讲到是家里大小事都不用担心，管家随时待命。就比如说刚刚会有穿制服的管家出现吗？我们家管家有给他买制服，好可爱啊！真的假的？因为我们家以前的保姆没有，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有点搞不清楚上下班的时间，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他会比较懒散。那后来我们现在就是认真的，就是请了之后，我们就是买制服给他。长什么样子的制服？就是有领子啊，然后灰色白边，就是有点像饭店。没有啾啾，然后所以朋友来我们家都说很像健检的那种服一套。对，然后大家都会说你们家保姆怎么穿的这么
正式。然后我就说对，因为我买给他，然后我还推了很多朋友说这一家你可以去买，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说起床了你就要换衣服，然后结束了你也要换衣服，你才会有知道什么时候你是上班跟下班。然后我们还给他一个很完整的 timetable， 因为以前的保姆反正就是小朋友去上课了你就整理一些家务嘛，小朋友回家就顾小孩，但你就会发现那个家务有时候就是没整理好，所以后来我们就穿了制服就会整理好。没有，后来我们就给他 timetable， 几点到几点你要准备谁的早餐，然后要先打扫哪里。比如说小孩出门前他要准备早餐，然后早餐完之后就开始换我老公吃，再换我吃，然后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要上楼整理房间，因为吃完可能你知道孕妇可能会上去睡一下，然后当我们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整理完我们房间的时候，他再去整理小孩。就所有的顺序，然后每一个礼拜，比如说礼拜一他要浇花，然后礼拜二他窗户要全部擦，就是都会有学好。所以是谁那个 timetable 是谁写的？我写的。我后来是跟朱莉姐要的，因为朱莉姐当时有跟我讲说，我就说我们家的管家总在管理上会有一点障碍，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给他很精准的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就跟朱莉姐学，那我应该要怎么排？然后弄完之后试过效果，我觉得超好，我就分享给我很多的妈妈朋友。不然有时候你都太个人心证了。timetable， 对呀，我觉得很棒。你要不要写个 timetable 给你妈？给我妈吗？就什么时候叫我起床，什么时候有水果，对，什么时候有咖啡，你们也可以有一份啊。我们也要有一份。那我家的管家有5个，但是只有1个是要花钱的。为什么？4个就是我公公婆婆、我妈还有我老公。他们不会也有制服吧？全家人的。所以就没有公婆，都是20。公婆有 timetable 吗？啊，公婆没有 timetable。没有，但是我就是随时就是把小孩丢给他们，或者随时出国就把宠物丢给他们。都有只猫，一定要用丢的，有时候会没接到他们在下面一直在。又丢了。对啊，丢之前会提醒说我要丢喽。会告诉你。会啊，他们不在家也不行啊。所以公婆连宠物都要顾。对啊，因为我们常常会带我妈然后小孩全家一起出国，然后我公婆刚好就不爱出国，所以我就会把全部的宠物加上我女儿，因为比较小，所以就通丢过去这样。天哪，公婆疯掉，6个猫，然后2个小孩。对啊，3个小孩，哇哦！所以你公婆为什么可以这样心甘情愿的做这些事啊？因为他们也喜欢小孩啊。可是他们也喜欢宠物吗？宠物他们自己原本就有养猫，所以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没有到，因为丢6只也太多了吧？我就回去再可能包个红包给他们这样。对啊。那因为我刚才有讲。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大的已经11岁了，所以这10年来我可能没有家里那么多人过。我是因为第2胎，我老公怕我太累，他就是才请了这么多人，所以我可能要向一心学习一下。timetable 给你。对啊。所以你们家那个也是，就是没有做事没有一个那个，因为我现在时间表就是还在规划当中，因为我还在月子中心，他们只是 ready 了，但还没有真的实际的开始，所以要观察一下。你觉得嘞？你觉得，因为你刚顾小孩都自己来嘛，我第你有觉一胎自己得很累吗？来，然后第2胎就真的有请保姆帮忙，因为第1胎自己来的时候就像厨娘一样，我就是也是整个很累，状态不好，而且还会跟老公吵架，情绪不好，也会带入工作，就变得没什么效率。所以后来我就是有请保姆，自己坐在这边就是尽量想要慢慢变成有贵妇的生活的形式。就最基本怎么样先变成贵妇，第一个就是先管好自己的体态，因为我发现贵妇都会有那个叫什么天使的脸孔，但是魔鬼火辣身材。对，就是他们都很有时间把自己顾得超好，很多资源把自己顾得超好。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我也想要让自己越来越像贵妇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要先从可以控制自己的地方开始？可是因为我生完第2胎后，我觉得第1胎跟第2胎体态差很多我第2胎是回不去。然后，而且通常不是都要绑那个束缚带嘛？其实我是剖腹，我就没有绑，就一直没办法回去那个原本生之前的身材跟 S 曲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反而是我觉得好像一直达不到的。然后我有时候在后台都会跟我们班底聊，然后我们班底就会说，那你就是要穿塑身衣，然后可是我就又查了一下，塑身衣其实蛮多都蛮贵的。
然后贵之外，还有就是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来来回回的定制、克制。因为你如果瘦的话，要帮你重新再弄。对，那其实我自己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我就工作也很忙，然后又照顾小孩，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这样子去来来回回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到后来就有点不知所措，但又很困扰我，就觉得好像体态一直卡在一个就是这一圈，而且大家都觉得我看起来很瘦，可能因为我高，我其实很会藏。我上身是穿 S 号，可是我下身裤子可以买到 L 号，就是屁股超大，怎么可能？真的。然后我就是大家在后台反应都这样。后来就聊，张宇就有介绍我一款真的很不错的塑身衣，他就说他既不用你就是来来回回去定制，然后又价格又很亲民，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有带到现场。你带来了，赶快拿出来。来了，就是这一件，其实我你穿在里面了，穿在身上，对，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就是直接把它因为为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家都是生过小孩妈妈，也有怀孕的妈妈，刚生完1个月的，怎么外穿也好像很合理，也还蛮 OK 的哈。我今天稍微这样搭配也还可以，就是很运动风啦。刚刚以为你穿有没有很挺的感觉？有，因为我穿完后我自己觉得有那种整个把我拉起来很挺的感觉，就是肉感觉很往上，对，它会有点像是压着你，把你往上抬。它叫做美国科技塑身衣，我觉得应该是台湾唯一一间是美国的。很多女生在生完小孩后就很想要回去那个 S 曲线，但是就是好像这个路程有点难，所以我今天想要建议大家，就是在黄金期，就是我们生完后大概6个月时间，穿塑身衣是最好雕塑我们身形的时候。然后这件塑身衣，我觉得它让我最有感的是，它除了它会抑制我的就是食欲，因为它其实很紧，然后它的紧又不是不舒服的那种，是有弹力的。那它会让我抑制我食欲，就不会狂吃大吃特吃，因为其实空间可能也剩没有多少。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可以雕塑我的身形，这是一定要的。最有感的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矫正姿势这件事情。这边抬头挺胸，很重要哦。然后如果我们想要运动瘦身的时候，它也可以在对的肌肉点，让我们用对的姿势去发力。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那因为穿着这个去运动，我们才可以锻炼出更好的身形跟这个会热吗？对，我会穿这个去运动，所以弹性是很好的。它很好，而且甚至我另外一个小分享就是，你们会觉得穿塑身衣在里面会很紧，对不对？其实我外面再套一个瑜伽服是完全超舒服，超假的。所以深蹲什么都 OK， 都很 OK， 它超级舒服。你穿这个可以16蹲吗？可以哦，可以。肌力有关了，对啊，还有带个实验可以给你们看它材料有多厉害。但是我想要先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如果它既然是美国科技的，然后又这么厉害，完全这么舒服的情况下，又那么多功能，你们觉得它要大概多少钱？塑身衣要3万多吧，3到5吧，差不多市面上都是这样嘛。可是其实这一件大概一件是10000元有找。就是不到1万元有找，超级亲民。另外就是它其实不用像其他的塑身衣，我们要常常去客制化，常常去量身定做。对，它只要你自己量好你自己的尺寸，你上网就可以订购，就是很方便。那如果瘦了之后想要让它变更紧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小巧思就是你看它这边有3排扣子，可以带到，对，有3排扣子，所以它呢可以从最外围慢慢的穿，就是扣到第3格。像我现在自己是在第2格状态，然后所以我扣到第2格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我又在进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目标。我觉得它可以就是让我自己有一个好像 milestone 这样子，慢慢的去达成塑身。这布摸起来是舒服的，是不是？非常非常舒服，你可以摸摸看，它其实有一个专利材质的布料。你穿的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它是非常非常软。然后很亲肤又非常透气，我一定要讲它透气，因为我现在其实快冷到不行，是因为它其实很适合夏天。夏天它其实就是透气到，就是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好像没穿这样子。可是我现在站在这边，因为有冷气，我其实有点抖，因为它一直在让我的温度往外，有一点像瑜伽的那个裤子。我实验给你们看好不好？它有多亲肤？来一下。因为我这边刚好就是有准备对薄的潜水衣，薄的潜水衣感觉。准备干冰在这边。一口气要买3件的人，
因为一心刚听到说这个万元有找，他说那我可以买个4、5件。对呀，因为我买1件就好了。没有，你可以 M 跟 S 啊，M 我就从对 M 从 M 穿到 S， 所以你扣6排，就是哇，在扣的时候就觉得很爽。因为我是很爱每天运动，所以我之前穿塑身就是最怕就是夏天，然后整件湿的，然后又很难又不换。舒服。这个不会闷，你可以看，那是什么？白白的这个是东西吗干冰，然后它干冰会冒那个烟，透不透气？对，然后我们就用烟，因为烟很浓。哦，好多好多好多。太多了吧？那我现在套上去哦。你看，完全冒出来了。盖不住啊！我们这样穿对不对？其实它用2层，我自己实验就是2层套着，它还是这也太透了吧！超级透。我觉得它超厉害，所以你们刚刚在聊天，我一直都在冷，因为我一直在散发我的温度出去。它真的非常非常透气，非常舒服，又很软，感觉就像没有穿一样。厉害哦！所以它穿在里面，任何的衣服搭配都可以搭配得到，完全没有压力。所以它可以穿很久都不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它可以穿很久，而且睡觉的时候，像我不穿内衣就不要穿内衣，因为它也没有那个内衣，这一块其实是另外一件空的。所以而且它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它会把旁边的副乳就是也顺便缩进去，对，因为它那个这个肩带很外面，对，它有一个很可爱、很巧思的设计，就是因为你可能穿在里面嘛，你想说那这样我要怎么脱内裤上厕所？其实它的那个腿部中间这边有做一个，对，一般会这样吗？子，可以直接上厕所，它是直接开在这个，不用拖来拖去，对，然后外穿的概念，然后它还有一个那个无缝折线的设计，就是它不会。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太紧的裤子，你动一动啊，它就会这样卷上来，对，然后或者是会卡到你的肉，有时候有些动作会卡到肉，但它这个完全不会，所以我们棒了吧？对，我就觉得美国科技真的超强，所以今天要推荐给大家。哇，很棒！哎呦，厉害了啦！其实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嘛，既然你有向往的生活，你就努力去达成，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过到自己想过的生活。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